宁王殿下，你的王妃和你的红颜虚极，今天只能活一个，你选谁？放了宋婉，她有心疾，受不得惊。王爷不要管我，救王妃姐姐。听听这该死的绿茶发言，上一世我这个纯爱战士就是被这对渣男贱女活活坑死的。放箭，一个不留。恋爱脑长出囊感的代价是什么？是上一世我赌气跳下城楼摔成半残，是双腿爬满老鼠臭虫，是他一句凉薄的王妃之位让给婉婉吧？这绝世大冤种，老娘不干了！萧恒，你连自己正气的命都不要了！只要再偏1毫厘，我就跟绑匪同归于尽了。这泼天的富贵和薄情的王爷，谁爱要谁要。王爷神剑，王爷威武！刚刚在城楼上，我真怕你会一时冲动跳下去。王爷是怕我跳下去，还是盼着我跳下去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因为我没选你，你就敢这样阴阳怪气？妾身不敢。我本就有把握救下你们2个。婉婉她体弱多病，不能受惊。她不像你，将门出身任性的大小姐，她只有我了。说是从前，我大抵又会跟他闹起来，可现在，我只觉得男人的聒噪好吵。王爷教训的是，妾身多谢王爷救命之恩。有劳王爷挂怀，离命木还有1寸距离，死不了。来人，去叫太医来给王妃看看。都是我不好，王爷，你刚刚不该选择救我，王妃才是你的发妻。哟，奥斯卡小金枝没颁给你，真是影视界的损失，味儿太冲了。猜猜王爷会选择接谁？你个蠢货！如今你是个残废，这王府是我的天下了。哎呀，王妃娘娘这伤口极深，还在流血，得赶紧用金创药止血，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没长眼睛吗？先给婉婉看，她受了惊吓，马上就要晕过去了。生死关头，宁王是要推着王妃去死，也要护着另一个女人啊！自作自受罢了，哪值得同情？别这么说，怪可怜的。我要是宁王妃，连想死的心都有了。骂得好，但重活一世，我要这满京城的人都看看，我陆离就算不要那个渣男，也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。宁王妃止步，面见太后需衣衫整齐。萧瑾，夺嫡之战里的小透明，可谁能想到，前世我死后，他是全京城唯一替我喊冤的人。萧恒杀妻，天理难容！陆离，你没有脑子！为了证明一个烂人的真心，自毁身躯！我当初救你一命，难道是让你委屈去为了个男人寻死觅活的吗？这病秧子骂人可真狠，有点怕怕。在太后面前不可失仪。多谢瑞王爷提醒，无妨，便是要让这血就这样流着。谢了，前世今生的恩情，我陆离记下了。臣女陆离叩见太后娘娘。1年前，太后被西域来使刺杀中毒，寻了个女子替她尝遍百毒，最终找到了麻香草入药救命。太后捡回一条命后，身上的血液也会迸发出异香，而这个世上唯一和她有同样味道的，只有当初替她试药的女子。当初救哀家的人是你。太后恍然大悟，亲自扶起我。好孩子，
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当年我是要有功，萧恒却隐瞒了我的身份。他说宁王府本就是众矢之的，我这个王妃再出风头，会让他被其余皇子极度暗害。我那时深爱他，对他言听计从，从不招摇这份功劳。可前世我残废之后，萧恒却带着宋婉去太后面前，冒领了施药之功，用这份功劳抹去了宋婉的奴籍，让她做了名正言顺的王妃。我跪地，太后娘娘，2年前臣女用陆家军功求太后娘娘赐婚宁王府，现在臣女想用施药之功，求太后娘娘准我与宁王萧恒和离。皇城没有秘密，城楼上的事早已经传进宫里。太后叹息道：哀家成全你，等3日后皇帝生辰宴过了，就赐你和离。我回到王府已是深夜，萧恒竟在等我。你进宫了？去太医院找师傅开了些药。我的医术师承太医院院守叶女医。萧恒说：叶女医乃医科圣手，你倒是惜命。改日让叶女医也来给万万看看，她今日受惊不小，刚被我哄睡过去。我冷声道：师傅说了，他把脉看不出宋婉有什么心疾，没有的病他不知道怎么治。他是你的师傅，自然偏向你。你们无非就是想说婉婉在装病，她是不是装的？本王难道看不出来？他今日吓得都要晕过去了。我安静地听着萧恒为宋婉辩解，他这样精明的人，却甘愿在宋婉的骗局里装睡，大抵这就是萧恒真正爱一个人的表现吧。萧恒从未在我眼中见过如此冷凉的情绪，他放缓语调，主动解释：今日我说话重了些，你别介怀。太医说婉婉需要静养，这几日还需你多加照顾。我想起前世，笑着道：王爷这么喜欢她，不如就把她纳了吧。婉婉不想当王妃，她只想跟我长相厮守，她根本不在意名分。萧恒放柔了语调：阿离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今日婉婉被推下城楼的那一刻，我心都要跟着碎了。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王爷好痴情啊！如果我摔下城楼，王爷也会接住我吗？如果我死了，王爷也会心碎吗？萧恒毫不犹豫地答：自然会。经此一事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离不开万万。可宋婉是奴籍，真要给名分，得先有功劳，能免了他的奴籍身份。萧恒缚住了我的手背。阿离，当年为太后施药的大功，你让给婉婉好不好？果然人还是要健健康康的活着。我此刻如果像前世那样瘫痪在床，萧恒问都不会问，直接就带着宋婉进宫冒领了。但我安然无恙，他想让心上人冒领我的功劳，就得忌惮我这双能进宫的腿，这张能告状的嘴。他得先来过问我，如果宋婉需要，何止这份功劳，就算是王妃之位我也能让。我大度地说：你知道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萧恒很开心，他凑上来亲了我额头一下。阿离，你长大了。若是从前，我会为他主动的亲密欢喜很久，但此刻我眼神冰冷，萧恒毫无察觉。他替宋婉打算好了一切。3日后，父皇生辰宴上，我会带宋婉认下施药的功劳，到时候你只需要闭嘴做个见证就好。好啊，王爷，我一定成全你们。他还不知道，今日太后早已将我的施药之功在皇帝那里过了明面。只要生辰宴上萧恒敢带着宋婉出口冒领，那他2人就是欺君之罪。萧恒是皇子，死不了，但宋婉一个奴籍罪女，冒领大功，够他再诛1次9族了。我没有摔死在城楼上，那该死的就另有其人了。3日后进宫前，宋婉特意当着萧恒的面拜谢我。我戴罪之身，本不敢妄想在王爷身边能有什么名分，但是城楼那一遭，生死关头，我才看清自己对王爷的心意。他含泪说：爱总是让人生出贪念，宋婉福薄，幸得王爷眷顾，也多谢王妃成全。他歪着柔弱的身躯朝我深深行了一礼，何等端庄大气，让人想起这位家世没落前也是能够得上宁王正妻之位的。前世进宫冒领功劳前，宋婉也单独来见了我。那时我瘫痪在床，身上因为丫鬟的敷衍侍候脏乱不堪。宋婉一进屋就嫌弃地掩了掩鼻子，这一个动作的羞辱之意胜过千万种污言秽语。她说：知道王爷今日带我进宫要做什么吗？你当年给太后的施药之功，马上就要变成我的了。我愤怒的反抗，想阻止他进宫，瘫痪的身体却僵硬地从床上摔下来。宋婉看着我的狼狈，忽然原地转圈，优雅地伸展她的四肢。王妃，你瘫痪的这些日子，我日日都为王爷献舞。王爷说了，他喜欢我柔韧的身子。他得意地弯身，用手指挑起我的下巴。在床上，王爷也喜欢身体康健的。你知道他总喜欢玩些花样。贪玩的男人不会喜欢一个不能自理的残废。那时我才知，宋婉的心急只是为了博萧恒怜悯装的。我装病就是为了骗你自残，终于把你骗得跳下城楼，成了残废。陆离，你现在也成病美人了，可王爷有把你放在眼里过吗？他有为了你的伤病彻夜难寐吗？他有为了你亲自煎药吗？他有为了你寻遍名医吗？没有。宋婉得意的炫耀，但这些他都为我做过。王妃，你的夫君心悦于我，你救治太后的大功，
也是我的了。他扬长而去，我哀嚎着爬到门口，残废僵硬的身体却连房门都爬不出去。宋婉依旧保持行礼的姿态，这种大礼是要受礼者屈服之后起身才算周到。我没有动，只是看着宋婉在我面前弯腰低头。萧恒有些不悦，王妃，婉婉还病着。我笑了，王爷，宋婉要拿走我的东西，让她吃点行礼的苦，你就心疼了。萧恒被我噎住了。这时宋婉脚步一歪，不偏不倚地歪倒在萧恒怀里，他连忙告罪：王妃恕罪，我体弱福薄，并非心意不诚。我冷笑：你这等福薄之人，也不知能不能受得起我这等救家大功。生辰宴上，酒过三巡，诸位皇子公主按长幼向帝王祝寿。这样的场合，向来只有正宫能出席，人人都是成双入对，琴瑟和鸣。唯独到了萧恒这里，成了三人行。他左手带着我这个王妃，右手牵着宋婉这个连妾都算不上的情人，就这样向皇帝祝寿。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宋婉，有人低声议论，说当日宁王就是为了这个宋氏，弃王妃生死于不顾。原本和蔼的帝王神情微妙，太后娘娘则面色一沉：萧恒，你把一个奴籍罪女带到这等场合，是要做什么？父皇，皇祖母，宋婉虽是罪女，但她实则立有大功，只是从不张扬。太后疑惑道：是吗？竟有人身怀大功，却不声张，你说来听听。皇祖母，1年前您身中西域奇毒，遍寻解药不得，后来是有一位女子挺身而出，为皇祖母试遍百草，最终试出麻香草这味奇药，为皇祖母解了重疾。确有此事。皇帝道：当日试药的女子是你身边之人？不错。萧恒迫不及待地接话：那女子就是我身边的宋婉。帝王面色微怒，萧恒毫无所察，他急着替心上人邀功。当日皇祖母病情危重，是宋婉站出来说她是戴罪之身，愿为太后试药，成了便是将功补过，若不成，为太后而死，她死而无憾。试药成功后，她也不争不抢，从未声张此事。萧恒说：想必诸位也知道，几日前恶匪作祟，我差点失去了宋婉，经历生死后，我才认清本心。所以哪怕宋婉不愿居功自傲，今日我也要替她把这件大功宣之于众，更想求父皇一个恩典，免了宋婉的罪疾，让儿臣给她一个名分。他沉浸在对宋婉的深情中无法自拔，全然忽略此刻作为正妻的我站在他身旁是何等难堪境地。皇帝沉声道：既然是宋婉的功劳，怎么都是你在说，让她自己回话。宋婉连忙回话：启禀皇上，太后娘娘，当年试药之人的确是罪女。太后问：你宋家满门被抄，你不记恨皇室，却愿意为哀家使药。宋家之罪，已得陛下天恩，罪女不敢有怨，只想救太后娘娘，好将功赎罪。好一个不计前嫌，深明大义。太后夸完，忽然问：哀家问你，当日试药到最后，至于下3味药草，是哪3味？当日试过百草，最终叶女一只选出了白芷、鹤乌、麻香3味微毒的草药。叶女一想以毒攻毒，放肆！太后道：你敢撒谎！宋婉本就心虚，被太后一声怒斥，吓得直接跪地。叶女一站出来道：当日试到最后，余下的3味药，除了麻香，另2味是人参与灵芝。宋婉立刻接话：对，是人参与灵芝，是我记错了。这话一出，只听殿内众人哗然。叶女一嗤笑：人参与灵芝都是大补之物，入药何须你来试毒？宋姑娘怕是昏了头了，竟敢在御前冒领试药大功。宋婉才知自己中了圈套。萧恒猛地看向我，宋婉既想冒认，萧恒自然逼我把当日细节说得清楚。宋婉的谎言轻易被戳破，萧恒连忙找补：父皇，皇祖母，宋婉体弱，记性不好，一定是记错了。当日是儿臣陪她试药，儿臣可以证明，就是宋婉替皇祖母试的药。太后道：那你说说，当日最后3味药是什么？是。萧恒被问住了。当年太后中毒病重，又正撞上萧恒与宋婉再次重逢，两人旧情复燃，如胶似漆，一刻也不想等。只是太后还病着，萧恒不能过于放纵。那日我试药时，他正陪着宋婉泛舟湖上，忘情的颠鸾倒凤。回来时，我正因身上2味毒互相作用而面色发青，虚弱苍白至极。萧恒见了，竟嫌弃我像女鬼，捂着宋婉的眼睛，怕吓到她。后来我是出了解药，萧恒又来警告我不要声张。不就是吃了几味毒？你以为你这算什么大功劳？很快他又不服气：我打了胜仗，都没有你这般骄傲，你在得意什么？可他打的胜仗都是我陆家军在背后助力，我父兄出谋划策，他当然没有骄傲的资格。后来太后病愈，皇帝大喜，嘉奖叶女一为首的太医院。萧恒又急了，来哄我：要是让宫里知道是你试药，我宁王府只会更成为众矢之的。为了王府安宁，陆离，
你应该隐瞒这个秘密。是什么？你倒是说。太后恨铁不成钢地盯着萧恒，还是你为了这么一个登不上台面的女人，敢替她欺君？儿臣不敢，儿臣不敢。萧恒慌了，求救一般看向我。当日王妃也在，宋婉试药后也是王妃在照顾。王妃，你可以作证，当日试药的就是宋婉，是不是？我冷漠不语。萧恒急了，你说话哑巴了吗？话出口，他自己都后悔了。他在王府对我疾言厉色惯了，现下在帝王面前竟也暴露了本性。萧恒正要找不，我忽然眼角噙泪，朝萧恒下跪，委屈道：王爷，妾已经答应你把试药之功让给你的心上人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我在人前总是好胜，死过一回，见过宋婉纳病西施的手段，倒也学了他3分。我眼角噙泪，满面委屈，眼神怯怯地仰视萧恒，做足了一副柔弱单纯、被迫委曲求全的姿态。殿内所有人了解我的，只当我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；不了解我的，见我一个正妻王妃被欺负至此，自然对萧恒和他的情人也颇有微词。只道萧恒荒唐，太后最知我的委屈。萧恒，你可还记得，今日是你父皇50大寿？你把这样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带到你父皇面前公然欺君，你是何居心？皇祖母息怒。萧恒慌乱跪地请罪，我也替他求情。太后娘娘，不怪王爷，王爷他也是为情所困。为情所困就能欺君吗？太后说：陆离，你便是太好性子，有着这样一个女人欺负到明面上来。皇帝，宋婉冒领大功，蔑视天家，该如何处置？皇帝根本没有正眼看跪在地上的宋婉，随意2个字：杖毙。宋婉大惊：王爷救我！萧恒最清楚自己父皇的脾性，字越少罪越重。他若是现在求情，只怕连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名声都要搭进去。他不敢求情，这个反应让宋婉彻底慌了。王爷，你要抛弃我吗？城楼上你选了我，现在却要抛弃我吗？是你让我来冒领这份功劳的，明明是你！闭嘴！萧恒忽然朝宋婉吼道：你做错了，还敢污蔑本王！宋婉被他吼得怔愣，侍卫领命上前押解他行杖刑。宋婉忽然捂着肚子大喊：我怀孕了，王爷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！萧恒一听，立刻制止侍卫。果真？王爷忘了1个月前在画舫上那一晚了吗？宋婉委屈地摸着尚未显怀的肚子，妾身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这孩子得来不易，王爷与我更应该珍惜。宋婉话里有话，3年前萧恒为了救驾伤了子孙根基，太医说他本源有损，只怕子嗣单薄。皇帝从那之后对萧恒多了几分看重，毕竟是这个儿子救了他一命。但皇家看重香火绵延，毕竟皇位要世代继承。萧恒如果一直无子，太子之位也不好传给他，所以宋婉这一胎对萧恒格外重要。太后不信，让叶女医去给宋婉把脉。我知道宋婉是真的怀孕了，因为我嫁进王府后一直在帮萧恒调理身体。上一世宋婉不仅抢了我的功劳封了县主，更在嫁入王府那日告知王爷她有孕，可谓3喜临门。宋婉最意气风发的时刻，残废的我被困在无人在意的阁楼里。想到宋婉肚子里这个孩子多半还是我日夜为萧恒熬夜调理才有的，便觉得可笑可悲。陆离啊，你城楼上那一跳，真正是在为这对奸夫淫妇做了件完美嫁衣。叶女医把完宋婉的脉说：启禀皇上，太后娘娘，宋氏却有1个月的身孕，有孩子了就不用死了，对不对？就能母凭子贵了，是不是？宋婉经历过侯府抄家，怕死之极，见皇帝还没有开口饶恕他，为了求生口不择言。王爷，如果我现在死了，你就绝后了。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清楚，这个孩子就是你唯一的血脉，只有我能给你生下孩子。我知道你最喜欢我，你自己都说了，你娶陆离只是想要武将陆家的支持，你对他是有利可图，对我却是最纯粹的喜欢。你跟我在画舫上缠绵3天3夜，城楼上你也选了我，萧恒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？够了！萧恒的老底都要被急于求生的宋婉揭穿了，他恼怒，又碍于宋婉腹中之子，只能上前捂住宋婉的嘴，不让他再胡言乱语，而后向皇帝求情。父皇，看在宋氏有皇室血脉的份上，还请父皇饶恕他的欺君之罪，实在要罚，也请父皇开恩，等孩子降生后再行处置。皇帝知道萧恒子嗣单薄，道：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宋氏妄想冒领他人功劳，摆脱奴籍，那朕便赐他终生为奴，永远不得翻身。这道口谕直接砸碎了宋婉母凭子贵的美梦，就算她生出10个儿子，也始终是奴籍罪女。宋婉演了这么久的病西施，无非是想博萧恒怜悯，借他之手摆脱奴籍，如今却被钉死在了奴籍的耻辱柱上。他承受不了打击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萧恒立刻去抱他，皇帝又看向我，我爹生怕皇帝也要追责我，连忙从席位上出列求情。皇上，陆离是宁王之妻，自古夫为妻纲，宁王要他做什么，他也无力抵抗，还请皇上不要怪罪。有太后为我撑腰，皇帝看我的眼神和蔼。陆离，你为太后是要有功，身为臣子你尽忠，身为孙媳你尽孝，身为王妃
你也不过是听从丈夫所言，何罪之有？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太后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，示意我大胆向陛下索取应得的回报。我便在大殿之上，在众臣见证下，坚定道：如诸位所见，宁王与宋氏难舍难分，情比金坚，君子成人之美，我愿意让位，请陛下赐臣女与宁王和离。萧恒一惊，陆离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王爷，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你为了让我多看两眼，日日寻死觅活，如今你要跟我和离，你是在玩欲擒故纵。王爷，从前缠着你，十分抱歉，请王爷高抬贵手，我们彼此放过。萧恒意识到我不是在耍脾气，而是真的要跟他断绝夫妻关系。他脸色难看，皇帝也没有立刻答应我的请求。萧恒冷嗤：陆离，你这样的善妒悍妇，出了宁王府，谁会要？萧恒切中了问题的关键。我陆家在武将行列中居首位，我身为陆家唯一能联姻的千金，若嫁给寻常外臣，势必招来皇家忌惮。我只能嫁皇室子弟，这也是当年我能把萧恒这个苦瓜强扭下来的根本原因。皇室想利用姻亲收编武将势力，将门之女嫁入皇室是荣耀，也是变相的维稳人质。皇帝的确在此事上犹豫，再大的功劳也不能动了皇帝的切身利益。我决心破釜沉舟，咬牙道：皇上，和离之后，臣女甘愿削发为尼，只求与宁王府死生不再往来。胡说！你大好年华，怎能出家为尼？太后也道：陆离，不可拿自己的前程儿戏。我何尝不知道出家为尼形同自毁前程，但自古女子脱离婚姻，不都要脱一层皮吗？前世粉身碎骨、万劫不复的滋味我都尝过了，如今还怕削发之痛吗？萧恒难以置信地盯着我。陆离，你已经厌恶我至此，从前那个陆离去哪儿了？死了。我回望萧恒的双眸，城楼上你亲手选的，忘了？城楼上那一出早就传得人尽皆知，萧恒直到此刻才生出了那么一丝真切的对我的愧疚。你何必闹到这个地步？除了宁王妃，你再得不到更好的名位，没有哪个皇室子弟会要你这样一个心胸狭窄的妒妇、弃妇。谁说的？一道温润的声音打断了萧恒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向来不争不抢的瑞王萧景竟走到殿中央，朝皇帝行了一记大礼，郑重地说：父皇，儿臣愿娶陆离为妻。萧恒一惊：萧景，有你什么事？萧景道：我只是看到有人为榆木弃明珠，不忍明珠蒙尘，所以想将明珠捡回家横起来。我心头一颤，他说的明珠难不成是我？萧景背对着我跪着，我看不清他的情绪。皇帝眉间舒展，他只是需要有一个皇子来锁住武将陆家，爽快道：陆离，你可愿与萧恒和离，改嫁给萧炯？我犹豫了两息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萧景在我犹豫的这两息间，身形似乎更加单薄了些，像一棵逐渐枯萎的松树。臣女愿意改嫁瑞王殿下。像是枯木逢春，萧景的脊背又如松柏逢春般饱满挺拔了起来。生辰宴结束，已时近傍晚，我手上多了2道圣旨，一道和离，一道赐婚。萧恒追了上来：陆离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唉声叹气：我现在就后悔了。萧恒神色一松，眼里竟生出点期盼来。我笑着晃了晃手中的2道圣旨：后悔和离晚了，我早就该踹了你。你放肆！萧恒抬手要打我，手腕却被人凌空截住。萧景截着他的手腕，将萧恒推离我身侧。萧恒对萧景这个病秧子毫无防备，竟猝不及防被他推得踉跄2步，摔了个屁股蹲。萧恒从地上爬起来：萧景，你永远只能挑我不要的捡。那一瞬间，我清晰地看到萧景眼里溢出了腾腾杀意，跟他病弱的身躯根本不符。紧接着他竟真的挥拳上去，要揍萧恒。我连忙拦住他：王爷，当心御前失仪。萧景这才被制止。这时宫女来报说宋婉在偏殿醒了，吵着要见萧恒。从前提起宋婉，萧恒的神情都会不自觉温柔下来，但此刻听到宋婉的消息，萧恒脸上却多了几分真切的烦躁。顾及宋婉腹中的孩子，他急匆匆的要往偏殿赶。从萧景身边路过时，他竟被绊了一跤，差点摔个狗吃屎。萧景淡然地收回使坏的右脚，萧恒大怒，挥拳要揍他，却最终没有下手，似乎等着我像阻止萧景一样阻止他。毕竟这是在正德殿外，大臣陆陆续续从殿内出来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参一本。萧恒看着我：你不说些什么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反问：我只会提醒夫君小心殿前失仪。你是我的什么人？萧恒气笑了：陆离，你够狠心的。说罢，他甩袖离开。这时，萧景忽然转身，把我背在身后的手抓了出来。只见我的右手早就攥成馒头大的拳头。萧景眼底有了几分俏皮的笑意：这是在做什么？我说：萧恒要是敢动你，这一拳会先砸在他脸上。萧景一本正经地说：王妃，小心御前失仪。啊！我脸颊一热：你叫我什么？王妃。萧景说：只有夫妻之间才会在意对方不能冲动犯错，对不对？我红着脸微微点头。萧景忽然轻快地笑了一声，我心跳都漏了半拍。怪不得萧恒会喜欢西子捧心的宋婉。萧景的生母是皇宫第一美人，第一宠妃，皇帝年轻时也算俊朗，两人结合的唯一皇子萧景，生得光风霁月，俊美出尘。他一笑，
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。我以为我深爱萧恒多年，原来是没吃过好的。有了圣旨撑腰，我顺利摆脱了宁王妃身份。2个月后的大吉之日，我从陆家再次出嫁。上瑞王府花轿前，娘亲抓着我的手不肯放，爹爹一脸严肃，兄长则站在我身后，沉默地做我的靠山。他们担心萧景是下一个萧恒。出嫁前，娘亲对我说：“这世道容不得女子不嫁人，可嫁人便是把自己的后半生做赌注。当初你嫁宁王府已经赌输了，焉知萧俊如何？”娘，我今日总做同一个梦，梦里我瘫痪在床，陆家被宁王诬陷灭门，最后我惨死时，只有一人为我厚葬，也只有一人为我陆家喊冤，那个人便是瑞王殿下。娘亲这才放心些。上花轿前，萧景郑重行礼，替我拜别娘家。洞房之夜，萧景知道我嫁给他一半是迫于形势权衡，主动道：“你不必担心，瑞王府清静宽敞，够你翻腾，只当这里是陆家的别院，自在无拘就好。若你不愿与我亲热，婚后我们相敬如宾，我绝不越雷池半步。”他一本正经的叭叭叭说什么呢？我凑上去直接亲他，萧景的脸瞬间红透了，比床上的大红枣还红。王爷，我是真心想跟你做夫妻。萧景神情呆住一般。6岁那年我落水，是王爷救的我，对吗？重生之前，我与萧景交集极少，只在宫宴这等正式场合打过几次照面，话都没说过几句。重生后，我才从叶女医那里知道，萧景体弱就是因为8岁那年跳入寒潭救了一个小女孩。那时萧恒就在岸上，萧景尽力将女孩往岸上拖举，萧恒接力救下了女孩。女孩上岸后，萧景因为力竭沉入潭底，本应该立刻呼救的萧恒却像是吓傻了一般呆站在岸边，直到侍卫发现才跳入潭水救人。那时萧景都快沉底了。后来萧景虽然捡回一条命，却也伤了身体，畏寒体弱。而当年那个小女孩便是我。我睁眼醒来，萧恒捧着我的脸蛋说：“是我救的你。”该怎么报答我？我就那样报错了。直到前世死前，听到萧景怒斥他白救我一条命，才恍然大悟。萧景显然没想到我会提及这件事，你才知道？他竟以为我一直都知道是他救的我，却还是围着萧恒转嘛。笨蛋，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就像他前世骂我时那样骂他，克制不住的哽咽。瑞王殿下，你为了我没了半条命，却不告诉我，想让我自己去猜吗？我这么笨，等我猜到已经太晚了。是我不好，不哭。他抬手抹去我眼角的泪珠，又心疼地抚摸我脖颈上的伤疤，忽然转身从枕头下拿出一盒香膏。今晚我们用这个。我盯着那盒香膏，脸也红成了大红枣。我可不是未出阁的黄花闺女，这洞房里的香膏是做什么的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我只是没想到萧景的话题会转移得这么快，我感动的鼻涕泡还堵在鼻子里呢。他就想这些了。我亲手给你抹开，把外袍脱了。萧景一边说，一边上手打开香膏。我瞳孔震惊，王爷，想不到你是这种人。哪种人？我就喜欢你这种人。我脱下外袍，期盼的盘腿往喜床上一坐。萧景食指沾了香膏，朝我伸手。我正要闭眼享受，只觉得那一抹温热，却温柔地附在了我的脖颈伤疤上。我猛地睁开眼，萧景正细致地为我的伤疤擦药。这是我让人从东湖那里带来的蓄积膏，能抹去一切疤痕。女儿家总是爱美的，怎么能留疤呢？原来王爷是要给我抹这个。萧景反问，否则你以为是什么？没什么啊。苍天啊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出去。新婚夜，瑞王殿下看见自己心爱的王妃脸红成一颗大红枣，在床上滚来滚去，压得床上的花声嘎嘎响。我滚着滚着，忽然被什么个道，伸手从被子里一掏，又是一盒香膏。我捧着香膏问，这也是祛疤的？这回轮到萧景脸红了，他假咳2声，不是。我们两两对视，忽然心照不宣的一起笑开。我将他拉进床帐里，今夜的当务之急是好好探讨一下香膏的用法。第2日，我睡到日上3竿才起，竟也没人叫我。起身时险些闪着腰。我本以为萧景体弱，那事儿只尽力就好，没想到他该猛的地方还是猛。我起床洗漱，听到萧景在院里射箭，他在窗边痴痴地看了一会儿。萧景冷瓷一般白的肌肤在阳光下就像美玉镀金，长弓在他手中如游龙般有力从容，箭无虚发。箭虽都能正中靶心，却还是能看出他有几分力不从心，只有7分杀伤力，足足射了5箭才将靶心射穿。换身体康健的高手，第1箭就能射穿靶心，到底是受限于体弱。王爷从前都不在院子里练武的，想来是给王妃看的吧？王爷威猛。小丫鬟大声说小话，就差点明萧景是特意开屏给我看的了。奴婢侍候王妃梳洗。我穿戴好，萧景的箭也射完了，我替他擦去额间的薄汗，他却将长弓赠我。这把弓叫长锋，形制精巧，杀伤力不容小觑，我亲手制的。李二，你该把弓与箭都握在自己手中，把自己的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非被他人做选择，明白吗？我正愣，除了爹娘，只有萧景会跟我说这些话。萧景握住我的手，让我的手握住了弓箭。李二是将门之女，怎能愧于内宅？提起你的武器，我接过长锋弓，也握住了萧景的手腕，替他诊脉。他虽虚弱，
却不曾荒废身体，体寒之症有可解。我想让王爷长命百岁，然后陪你一起舞刀弄枪，闹腾一番。萧景一怔，坚定地回握我的手，道：“好。”我在瑞王府把日子过得蜜里调油时，也听了不少宁王府的八卦。听说宋婉意识到自己永远是奴籍后，便患得患失，养胎时非要萧恒日夜陪伴。萧恒顾及他腹中血脉，只能作陪。可萧恒总想再娶一个更好的做王妃。宫宴上那一出，世家贵族都看穿了萧恒是个辜负发妻的薄情人，不堪托付，嫁给萧恒，既要吞他花心的软刀子。他如此做派，人心也散了大半，夺嫡的胜算折损大半，前途也是堪忧。没有哪个世家大族愿意把自己精心培养的千金送进宁王府这个火坑。而瑞王萧景娶妻后，身体却越发健朗，原本体弱寡言，如今日日挂着笑脸，眼里幸福的光都闪到与皇帝恩爱的贵妃了。瑞王从前不争，一旦开始争，圣宠的贵妃就是他最大的助力。那日我进宫同贵妃说了会话，我二人一拍即合，相见恨晚。眼下局势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萧恒成了半枚弃子。他这个人睚眦必报，当年差点害了姐儿性命，如今他与你和离就落魄至此。虽说是他有错，但他必定把一切错处都推到你身上，恨极了你。贵妃对萧景说：“只怕萧恒不会放过陆家。君儿，护好你的王妃。从前母妃让你坐山观虎斗，如今该你入局了。”贵妃猜得不错，前世这个时间，萧恒给陆家扣了个贪污军饷的大罪，还找来了户部侍郎做人证，将我爹冤死在牢狱里。这一世，他必定故技重施，要扭转局面，须得从户部侍郎处攻破。可户部侍郎秦岩是萧恒的心腹，利益深度捆绑，秦岩更是个奸猾的情场浪子，抓他的妻妾根本威胁不到他。他家中有3个女儿，早年山匪绑架他的大女儿要求赎金，秦岩却一毛不拔，最后大女儿被丢弃悬崖而亡。如此凉薄势利之人，如何策反他？我焦头烂额时，萧景的人从外面带回一个7岁的小男孩。秦岩在外面跟别人生的私生子，老来才得了这么个儿子，疼得跟命根一样。为了不被人抓住软肋，这孩子一直被养在离京城100里开外的江城，拿着孩子威胁，你猜他怕不怕？我惊愕，王爷，你从何得知这个消息？离儿，瑞王府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大亲一口瑞王殿下，有了人质在手，秦岩很快服软，求着我们说女儿无所谓，可千万别伤害他唯一的好儿子。所以萧恒大张旗鼓诬告我爹时，秦岩在皇帝面前反水，反告是萧恒自己贪污军饷豢养私兵，假账做不下去了，才找陆家顶锅。秦岩大声说，王爷做这种事也不是1次2次了。皇帝大怒，夺了萧恒的亲王爵位，将他驱逐到偏远的封地松林城。而秦岩因告发有功，被贬官流放，好在他的儿子是活下来了。萧恒摔了个大跟头，可他不死，我始终不能心安。萧景知我心意，点醒我。你可知侯府宋家当年是怎么灭门的？宋家当初跟宁王府如同陆家一般，可都是至深的世交啊！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你是说宋婉如今成为奴籍孤女，是萧恒的手笔？可他的确很喜欢宋婉，怎么会？喜欢是喜欢，但在萧恒这种人眼里，真心在利益面前值几文钱。我明白了，我会让宋婉成为杀向萧恒的刀。宋婉怀孕6个月时，我去见了她，她看起来状态并不好，脸色灰败，身体消瘦，唯有孕肚高高隆起，像一棵瘦弱的树干被寄生了马蜂窝。我以为你独自占有了萧恒，该过得很好才是。我心平气和，宋婉却轻易被激怒。陆离，你是来看我的笑话吗？别做梦了，我腹中的孩子才是萧恒唯一看重的血脉，你永远赢不过我。我早已剑指皇位，他却还困在抢男人的内宅争斗中。哪怕我已经退出这方战场，他依然把我当成假想敌，可悲。事已至此，我甚至同情起宋婉，难听的话我一个字都没说，只是把秦岩流放前写的告发书递给宋婉。信上详细写了3年前宁王府账上入不敷出，只能借账务往来频繁的侯府做过桥梯。侯府被告贪污500两黄金的军饷，而这份亏空本来在宁王府的账上。借着侯府的信任，萧恒祸水东引，让侯府一夜之间满门获罪。他最心爱的宋婉姑娘丧父丧母，沦为奴籍孤女。而后萧恒又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宋婉面前，让宋婉把灭门仇人视为救命稻草，去依附讨好。包厢里传来宋婉痛苦的哭嚎声，我便知计划成了。萧恒被逐出皇城那日，带着7个月身孕的宋婉正好路过当日的城楼。萧恒忽然呢喃，如果当日选的是陆离，今日的结局是不是不一样？他懊悔自己做错了选择，毁了10几年的布局。宋婉冷凉地盯着萧恒的背影，原来连那日生死关头的不离不弃，都掺杂了萧恒权衡利弊后的算计。还有什么情分可言？宋婉拔下头上的发簪，发簪的尾部是一把刀的形状，他攥紧簪身，毫不犹豫地朝萧恒后心刺去。萧恒被这一刀捅得往前踉跄2步，转过身却见背后杀他的居然是宋婉。他扼住宋婉细弱的脖颈，贱人，连你也敢背叛我！宋婉被掐得满脸通红，却笑着说，萧恒，你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。萧恒一愣，你知道了什么？宋婉不语，只是落泪。她哭起来还是那么美，可已经惹不起萧恒半分怜悯。萧恒笑得狰狞，知道了也好，省得本王再演了。他想掐死宋婉，掐死这个跟他绑定的污点罪女，可他又想要宋婉肚子里的孩子。最终在掐死宋婉的前一刻，他把宋婉扔给护卫，把她给我5花大绑带上马车，到了松林
就把他关起来，关到生完孩子为止。你还想要孩子？宋婉忽然惨淡一笑，紧接着以惊人的果决和力道抽出了护卫的刀。在萧恒惊恐的怒吼中，宋婉一刀捅进了自己高耸的腹部。宋婉恨萧恒的血脉，更恨自己，恨自己被仇人蒙蔽，恨自己为了博仇任一笑，装病卖笑，奴颜婢膝。萧恒，为了怀上这个孩子，我还服了伤身的药。你记住，这个世上只有我宋婉愿意为你做到这个份上。可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被爱。现在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孩子，我要你断子绝孙，就跟我宋家当年一样。萧恒抱着她，捂着她肚子上的伤口，大声哀嚎，哭的倒不是曾经爱他的女子，只是那个素未谋面却能继承他香火的儿子。发簪捅得再深，毕竟只是一枚簪子。萧恒没死，负伤去了封地，他失去了唯一的血脉，早就疯魔。伤愈之后就起兵造反。这些年他养了5万4兵，养这些兵马需要大量金银，便从朝廷的赈灾粮、前线军饷贪。如今事情败露，他再养不起这群人马，只能速战速决。萧景挂帅，我陪他一起出征。叛军打到离皇城最近的齐州城，迎来了最终决战，两军难分胜负。萧恒与萧景缠斗在一块，萧恒出招阴狠，对萧景似乎有滔天的恨意。你怎么还不去死？你早就该被淹死在寒潭底下，苟延残喘这么多年，跟我抢江山，还跟我抢女人。他一拳砸向萧景命门，萧景迅即闪避，迅速反扭萧恒手腕，只听骨头碎裂的声响，萧恒惨叫出声。萧景一掌掐在萧恒脖颈。你说的这些是你应得的吗？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。这句话惹怒了萧恒，他抱起反扑，与萧景形成了一个互相受制的扭曲局面，让谁赢让谁活，选择全落到了手握弓箭的我手里。我提起长风弓，箭头对准了萧景。萧恒大喜，阿离，你果然还是爱我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之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替我杀了萧琼，等我夺得皇位，我就封你做唯一的皇后。他告白的话未说完，一把利剑就横贯了他的脖颈。我剑指萧景，只是虚晃一枪，让萧恒放松警惕，好杀他。萧恒的话被瞬间翻涌而上的血堵在了咽喉中，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我。萧恒，城楼上那一剑我还你。萧恒呕血不止，却不甘心地问，为什么选他不选我？我握着长弓，原来生死由我掌控的滋味是这样爽。你不曾坚定地选过我，怎敢要求我选你？我冷漠地拉起长风弓，这一次箭头瞄准了萧恒的太阳穴。萧恒，你挡我夫君的路了，好走不送。萧恒惨死在阵前，叛军伏诛，纷纷归降。萧景诛灭反贼有功，皇帝封他为储君。1年后，皇帝并退为太上皇，萧景顺利登基，我被册封为皇后。他不肯选妃，说他体弱不行，疲于应对皇子之事。登基的第1年，我为萧景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一对孩子天真可爱，却也随了我的性子，爱闹腾。萧景总把莲儿和赵儿送去太后与太上皇那里，与我偷得半日闲。我总是想起上一世的时空里，萧景过得如何，该是如何寂寞孤独，只能加倍的补偿在这一世的萧景身上。世间的真心难得，竟要我死过一回才能有的选，错过一世才能换来此生相守相爱。好在苦尽甘来，陆离啊，往后余生都是敞亮的好日子。